fear no man, but that thing. It scares me. 大家好，我是野城。正如标题所说，今天我们就来排名9日的9王 BOSS 战吧。这些有着各自特色、充满巧思的关卡设计，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魅力，令无数人能花钱购入，只为一睹其样貌呢？我们今天的排名系统不是从亨到拉，也不是 SADC， 我打算用 Purple 来当等级评级，波是最高级，然后由此递减。不过还有个比波更高级的存在，就这上面加了一横的科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开始吧。阴招啊阴招，这个 BOSS 我能怎么说呢？直接啵毋庸置疑呀。首先就定位来说，阴招是个检验你格挡是否合格的教官，在这个阶段必须熟练格挡辅攻，先步躲闪红闪攻击，寻找贴符时机输出。所以阴招它并没有设计的刻意刁难，取而代之是卖你明显的破绽。攻克 BOSS 的办法不难想到，难点只在于你是否能掌握时机。在2周目或交战回忆中再次与阴招交手，会发现难度降低不少。不过即使难度降低，阴招打起来依旧不减其趣味，因为吃它的味招是真的爽啊！听到不绝于耳的当当声响起，配合燃起来的背景音乐，一整个爽翻天。综合给到啵。勾芒啊，怎么说呢？首先，失穷跟施虐的技能算是简单的，不过因为两人之间没有配合，所以导致场面特别混乱。两面夹攻是常有的事，我们可怜的 E 就这样被锤成猫饼。再来是打起来真的不够爽啊！就失穷施虐两个人真的没有 BOSS 的气场，不要说有9王的高度，他们甚至不如那些精英 BOSS。整场内容就是反复打这两个聊胜于无的猿人同胞。以至于我认为勾芒是不是会有亲自下场的2阶，结果最后打完只有收获满满的错愕，所以最后排名我给到么。可以说严老在我频道长期处于一个缺席的状态，很少提到他，比如 CP 排名那期提都没提到，关心孤寡老人从你我做起。他在我这边就至于端午节的粽子，而且还是去年的。但今天不一样了，我们的老头将限时返场，并迎来史诗级加强。我觉得烟老的 BOSS 战从机制上并没有给人眼前一亮的部分，中规中矩。但这场战斗最累的地方，就是他居然给你安排与夹娃娃一决胜负。我记得当初第一次看到时，差点没把水给喷出来。身为一个为夹娃娃机店家捐献许多的信徒，打的时候全程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场 BOSS 战的配乐也是很别致，身为食古不化的老顽固 ，BGM 却是动感的电音与 rap， 而 rap 的内容似乎又是佛经，有听到疑似三菩提等字词，在众多9日音乐中也是独树一格的存在。单论战斗机制只有么，但开天转汉配乐的创意可以给到坡。忍人哈，说不能。截拳的 BOSS 战又是一场舒爽的战斗，节奏快速的猛攻，势大力沉的下劈，穿插其中防不胜防的暗器，完美契合截拳的人设。一个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的王，每次跺步走来时，那个威压都让我心中一紧。而且讲到截拳，就不能不提他的 BGM， 除了给人危险的压迫感，同时充满力量的呐喊，也让人不自觉亢奋起来。当年我在健身房训练，每当我快撑不下去时，都是那一声声的苦难助英雄支撑着我完成目标。截拳的招式简洁迅猛，武者形象帅气潇洒。可惜由于是接在学习完无量反击后的 BOSS， 为了给玩家适应新招式，在节奏上可以说是有些放水。
导致难度有点无法与此阶段部分玩家相匹配，所以综合评价给到 B。蝴蝶的关卡背景绝对是下足了功夫，怪诞的诡异景象完美呈现了他本人的自责与崩溃精神，并且随着一幕接一幕的演出，整个场景越加魔幻。纵观整个游戏，也只有义工有同样的待遇。配乐也很厉害，里面幽怨的呻吟声仿佛就是蝴蝶本人的呐喊，显得十分凄美。乐器给人的灵动感觉，也像是蝴蝶轻盈飞舞的姿态。然后 BOSS 本身的分身机制也是有趣，节奏上也算快速。N 阶段那里眼花缭乱的分身大战，更是让人目不暇接。最后接一颗元气弹下达，整个循环完美结束。不过我觉得2阶段在攻击前无法分出分身有点折磨，这也导致大量的攻击都是无效的，除了给人挫败感，还会拖长时间让人逐渐焦躁。所以我自己个人的评价会是克。打这对兄妹最让我恼羞的就是伏羲的笨 AI 了，有时候不小心方向转换太快，他甚至会对着空气输出。虽然某种程度上是企鹅他被感染的设定啦。I may not have a brain, gentlemen, but I have an idea. 不过伏羲的攻击招式还是挺帅的，用古琴梆梆梆捶人，巨大的利爪还有手刀，搭配2阶女娲的蛇纹攻击，视觉上诚意满满。再来说说与之配合的 BGM， 居然还是戏曲的形式，我的老天，真的有够贴合两人的共同爱好。打这场 BOSS 战就像参与了他们的谢幕演出。至于为什么是谢幕演出，你先别管。风式 BOSS 战综合就给到 P。鸡呀，总体来说是个很可惜的 BOSS。首先，它的机制真的很特别，攻击方式跟占卜环节在类似的游戏都是独树一帜的少见。而且，当看到一个文弱书生外表的他灵活舞着长枪刺来，我只能说优美，太优美了。但很可惜的是，鸡真的不够难。对于此时配置几乎完善的玩家，鸡不够有挑战性。据制作人所说，鸡原本还有设计3阶段，但因为钱跟时间只能砍掉。虽然照剧情来说，鸡的难度低可以解读成特意放水的赴死，但我还是会不禁思考，号称最苦太阳人的他，使出浑身解数，究竟会是怎么样的一番风景？这里私心给到 B。终于，万众瞩目的明星，就算是在整个类银河恶魔城历史上都能排得上号的存在，太阳人进化的推动者，代表知识的太阳义工。针对义工，我就不一个一个来讲评了。这 BOSS 每一项数值都是满的，我直接综合讲我的感受。首先，义工作为游戏的首关 BOSS， 你必须用上浑身解数才能一战，格挡、无量反击、踢卢击、先步等等。前面所学都必须练至炉火纯青之境，不然等待你的就是被师傅一套连招秒杀，可谓是挑战性十足。再来是义工招式的特殊性，9日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BOSS， 具有压迫感的巨物，善使阴招的小人，一涌而上的群殴，但没有一个是像义工这样，用着与义类似的招式去与你搏斗，甚至他的战斗逻辑也跟你相似，先把你打出内伤后，再用符咒等攻击一招带走。听说9日原本有一场 BOSS 战需要义击败过去的自己，游戏里并没有做出来，但我怀疑义工的决战用上了这个理念。当我与义工交手时，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击败 BOSS， 反而是有种与高手对弈的氛围。我们见彼此交错，在找寻对方破绽的同时，极力避免自己露出破绽。
除了在招式上一决高下，我们的理念也在彼此碰撞。没错，理念的碰撞。在影视、漫画、文学等创作，一场战斗光打得好不够，必须要有两个人思想上的交锋，才会赋予这场决斗更高的深度。义与义工的交战，既是师徒间的理念分歧，同时义工也代表了过去那科学至上的义，一个眼里视一切为无物、骄傲自满的自己。击败义工不仅仅是拯救世界或者报仇，更象征自己的进化，象征放下执着的义，终于超越了以往。当击败义工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圆满了，可毋庸置疑。好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啦。今天的 BOSS 排名是你心目中的样子吗？如果不一样，欢迎留言让大家知道。那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个赞，就先这样子啦，拜拜拜。